绿茶女星带着我儿子上综艺，给他买高糖高油的垃圾食品，然后当着千万观众的面让我儿子管他叫妈。儿子眨巴眨巴大眼睛，阿姨你谁？绿茶女星下不来台，梗着脖子道：嫁给了你爸爸，我就是你的新妈妈，你迟早要叫的。节目播出后，我前夫连夜发声明谢邀，本人现在离异单身，仍在等秦女士回头。勿扰，秦女士就是我。这父子俩啊，怎么突然转性了？人人都知道，我之所以能嫁进顾家，靠的就是一手出神入化的舔狗功夫。顾明义一个100亿身家总裁，绝世容貌搭配冰山性格，还有标配的霸总绝症，不近女色。我一个18线女星，不但成功跟他结婚，还生了个儿子，谁能不尊我为舔狗界祖师奶奶？但其实个中苦楚只有我自己知道。结婚第6年，下人告诉我，顾明义的前女友回国了。这位前女友不是别人，正是1线女星刘晓晓。熟悉的白月光替身梗气息扑面而来，我立刻照镜子，观察我和刘晓晓是不是生得有8分相似。骚瑞并没有，不能说一模一样，只能说是毫不相关。如果说刘晓晓是一朵楚楚可怜的小白花，我秦师生就是一大片迎风招展的牡丹花田。可惜了，任我空自绚烂。自从刘晓晓回国，顾明义就再没回过家，打电话不接，发微信不回。我怒刷刘晓晓的微博，发现俩人在海滨城市出席同一个活动，老公在外面跟别人厮混，儿子在家也不争气。顾小多今年刚上小学，我监督他写作业，他不但不写，还和我叫板。妈妈最坏了，她抱着个玩具大礼包，还是柳阿姨好，柳阿姨从来不让我学习，还给我买玩具，我气笑了。行，爹要给儿子找后妈，儿子看上去也已经做好了准备。成功学家说，每个人的人生都会迎来一次觉醒。28岁这一年，我觉醒了。在顾家的舔狗生涯没意思，区280平的别墅装不下我这片耀眼的牡丹花田。我要走出去，闪瞎全世界。我光速给顾明义寄了份离婚协议，然后联系了我的经纪人。经纪人是我的亲闺蜜，给我接的第一部戏就是给刘晓晓演恶毒女配。我对着亲闺蜜一顿暴锤，她委屈的大叫：秦姐，你清醒一点，你好多年没演戏了，再复出能有项目就不错了。说的也是，成为事业女性的路总要经历一点艰辛。我不再抱怨，低眉顺眼的进组给刘晓晓当了女配。她是柔弱小白花，我是恶毒富贵花。发布会上，刘晓晓端着一脸温良恭俭让的笑容站在我身边，话里话外却都是暗示。我觉得生活中的秦姐姐和这个角色特别相似，那种凶悍毒妇的感觉被她演绎得特别好。这个角色原本在剧情线里是有 CP 的，但我做主把这条 CP 线删掉了，因为我们一致认为没有男人会爱上这样的女人。我一骑红裙站在她身边，听完后咣当一下抢过了话筒。编剧们都听到了吧？我相当不客气地说，刘女士不但自己演得不咋样，还会乱改你们的剧本。发布会一播出，当晚刘晓晓的粉丝就把我骂上热搜。什么胡咖，居然敢当众说我们小小，3阶而已，这女的舔了顾明义6年，顾明义心心念念的还是我们小小。小小一回头，这女的立刻就被甩了。闺蜜打电话安慰我，我相当洒脱，没事，我现在一心搞事业。身为女明星，没热度才是最可怕的。刘晓晓送了我这么多热搜，我得谢谢她。赶紧趁热打铁，再接20个恶毒女配的角色。闺蜜不负众望，转眼就给我搞来了20多个本子。我在家疯狂读剧本的时候，刘晓晓那边也没闲着，她一边在舆论上疯狂造势，一边带着我儿子上了时下最流行的带娃综艺，还在节目录制前给我发来了微信：秦师生，今晚8点记得看直播。你不要再纠缠明义哥哥了，再死缠烂打也没有用。什么叫我死缠烂打呀？离婚协议书我都寄过去了，是顾明义自己没签，我打电话催了3次，都是他助理接的，跟我说顾总日理万机，没空读我的离婚协议。我跟刘晓晓解释了，结果他根本不信。明义哥哥根本不爱你，他爱的一直是我，他巴不得早点和你离婚，如果不是你霸占着财产让他难以和你切割，我和他早就举办婚礼了。好好看直播吧，看看你儿子是怎么管我叫妈的，人大概都有点受虐体质。晚上8点，我准时打开了直播。刘晓晓拉着顾小多出现在了屏幕里，刘晓晓满脸圣母光辉笼罩的样子，就差把看我多么温柔娴熟打在公屏上了。小多，这是你最喜欢的巧克力冰淇淋，我买了好多放在冰箱里，这次你可以痛痛快快吃个够了。我看得心头无名火起。小多喜欢吃甜的，又贪凉，但小孩子肠胃弱，我在家的时候总是限制他一天最多吃1个，为了这事，小多没少跟我干架。小多正在专心玩手里的魔方，他抬起眼睛看了看冰箱，可以不吃饭只吃冰淇淋吗？可以啊，刘晓晓笑靥如花，只要小多开心，怎么吃都可以。那会拉肚子的。小多鼓着胖嘟嘟的腮帮子，阿姨怎么连这个也不知道？刘晓晓脸上的笑容僵了僵，摄像机面前，她有点下不来台。小多，你应该叫我妈妈呀。小多低头专心玩魔方，不理他。刘晓晓火了，也顾不得正在直播了，硬邦邦地说：嫁给了你爸爸，我就是你的新妈妈，你迟早要叫的。小多放下手里的魔方，盯着刘晓晓。就在刘晓晓以为小多终于要妥协了的时候，小多嗷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坏女人，都是这个坏女人。我本来是最优秀的小朋友的，结果她只让我玩玩具，不让我写作业。现在我退步了，朵朵和小红都嘲笑我。好儿子，
还有救！我欣慰地想，爸爸要是和你结婚了，我会变成全班最后一名的。我不想变成最后一名。哇！小多在镜头前哭得山崩地裂，涕泗横流。刘小小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的，尴尬的精彩纷呈。最后，他硬撑着道：“小多，你把我惹得不高兴了。回家你爸爸可是要花好多时间哄我的。”为自己扳回一局后，他拼命给摄像师使眼色，匆匆结束了直播。当晚，网上热搜都是我跟他的名字。我的亲闺蜜经纪人激动得语无伦次。买个热搜多贵呀，咱这小公司哪有这个钱？刘小小一次让你上这么多个热搜，这是在给你送钱啊！我看了看热搜评论区，不知道是水军还是刘小小粉丝，总之都是骂我的。秦师生那个老女人估计提前给儿子灌迷魂汤了。没事，这小孩不识好歹，他爸回家得揍他。顾总得好好哄我们小小，小小受委屈了。几分钟后，页面上出现了一条消息：欢迎顾明义先生入驻平台。粉丝们立刻蜂拥向顾明义的账号。顾总特意注册了账号来给我们小小撑腰。顾总真是太宠小小了，青梅竹马就是最好磕的。如果没有秦师生那个老女人，横插一脚就完美了。片刻后，顾明义发送了第一条微博：顾明义，刘小小是谁？节目组负责人可不可以联系一下我，告诉我为什么我儿子在他那？顾明义这条微博一发，立刻把热度推向了高潮，舆论场上陷入了罗生门，评论区说什么的都有。有人说刘小小一直号称是顾夫人，没想到只是营销号单方面这么认为，人家顾总根本不认他。也有人说你懂什么？这明显是小情侣吵架了，顾总在社交媒体上耍脾气呢。还有人评论都是秦师生那个老女人阴魂不散，不知道给顾总下了什么蛊。节目总导演是个胖乎乎的大姐，人在家中坐，热度从天上来，感觉职业生涯从未如此顺利过。高兴的晚上多吃了3碗饭。她不但力保刘小小继续带着小多直播，还连夜赶到我的酒店，邀请我也去一同参与录制，制造广大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修罗场。你是不是想看我和刘小小在镜头前互扯头花？胖大姐连连否认，怎么会呢？秦小姐想多了，但她满脸放光芒的样子出卖了她。她想，我有些犹豫。我此时在剧组酒店里，这是一部班底很不错的电视剧，明天拍我的重场戏，如果表现好的话，对我作为女演员的职业生涯必然有很大助力。但自己的儿子自己疼，小多再不听话，阔别多日，我还是有些想他。我试探性的给小多打个电话，你可千万别来。小多接起我的电话，稚嫩的小嗓子贼严肃，你和爸爸已经离婚了，我跟着爸爸。电话那段传来刘小小的笑声，似乎在陪小多一起看动画片。我没忍住，作业写完了吗？就看动画片，柳阿姨答应辅导我的功课了，你别管。小多匆匆道，反正你别来，我一点也不想你，你来了我也不见你。电话被直接挂掉，忙线的嘟嘟声响起，我愣了愣。节目总导演只好离开，临走前给我留了名片，让我想去节目的话随时联系他。我盯着那张名片看了好久，叹了口气，算了，老母亲的热脸就不去贴小儿子的冷屁股了。还以为他想我了呢，结果几个小时的功夫就又被刘小小以新的方式收买了。说起来，小多这套忽冷忽热破人的本事，简直和他爹一模一样。经纪人闺蜜给我敷了张睡眠面膜，我把明天重场戏的台词又过了一遍，安心睡下。第二天清早，我一到片场就感受到了热度的威力。往日我这种18线女演员根本没站姐拍。昨天的事情一出，狗仔把剧组围了个水泄不通，场务不让他们进来，他们就租了工地的大吊车，在上面高高吊起高清镜头，试图拍到我脸上的表情。这帮人估计是想看一个失婚妇女承受打击无心工作的落魄样子。我偏不，既然摄像机都架起来了，就给你们瞧瞧晴姐敬业的美德吧。重场戏我台词清晰，情绪饱满，打戏行云流水，哭戏爆发力惊人。一条拍完，监视器旁，导演带着所有剧组人员给我鼓掌。狗仔们没搞到相关八卦，只好把这段路透放上去。评论区的大家原本等着看戏，没想到真的看了一段戏。狗仔们不行啊，这哪叫八卦，这纯剧组工作纪录片啊！我靠，该说不说，你们瞧这打戏身段，秦姐好像有点东西。内娱还有打戏不用替身的，经纪人闺蜜在旁边一边读一边笑，我知道她在笑些什么。刘小小爱用替身是出了名的，之前还被当成行业丑闻批评过。线下话题又提到这里，我俩难免被人对比。情场上谁得意不知道，事业场上我至少暂赢一局。杀青后，我又打开刘小小和小多的综艺直播。这么久过去了，他们应该相处得很亲密了吧？进度条刚到3分钟，我就知道我猜错了。节目组让每对家长和孩子排练一个节目，然后统一做展演。刘小小从出道起最喜欢的人设就是所有人都宠爱的小公主，这次也不例外。她要和小多表演话剧，她演众星捧月的公主被魔龙抓走，身穿王子服的小多去救她。即使当了妈妈，也永远是被孩子保护的小公主。刘小小一手算盘打得很妙，显然是觉得这样可以牢牢抓住观众的萌点和少女心。展演当天，刘小小精心打扮，穿着华丽的公主裙出场，热搜她都准备好了，大概是什么刘小小迪士尼在逃公主之类的。小多穿着王子的小礼服登场，一张小脸上写满了敷衍。
他敷衍地念了台词，敷衍地和魔龙搏斗了一番，然后放下了剑。这样吧，他对魔龙说，我们做个交易，我把后妈留给你，你再也不要伤害我们王国的无辜百姓。直播镜头下，我清晰地看到了刘小小瞳孔地震。小多完全没按剧本来，负责饰演魔龙的工作人员也有点懵，转头看向节目导演胖大姐。胖大姐做了多年综艺，嗅觉敏锐，她敏感地察觉到了爆点，挥手示意继续。魔龙粗声粗气，你不救他了吗？不救了。小多说，看你也挺孤单的，就让后妈她陪你吧。当然，微博大 V 为小多改的这版剧本洋洋洒洒写了1000字评价。在这个6岁孩子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了大义和善良。他明白自己身为王子的责任，用一人换来了一个国家的平安，而他身上也有着对其他物种的悲悯。在所有人都视魔龙为邪恶时，只有他看到了魔龙的孤独。无人在意的角落里，刘小小气的鼻子都要歪了。那条迪士尼在逃公主的词条一点热度都没有，吃瓜群众激情狂刷井号刘小小迪士尼在逃后妈井号，这怎能不让热衷保持纯白无瑕小公主人设的刘小小破防？小多对外界的评论毫不关心。导演组采访他感想，他长舒一口气，终于不用排练了，我可以好好学奥数了。他说，我已经答应小红和朵朵了，下次一定要考第1名。导播循循善诱，只是答应小红和朵朵吗？其实肯定还有一个人希望你取得好成绩，我们已经把他请来了。小多的大眼睛一下充盈了泪水，他转过头，门开了，我走了进来。没错，反正戏已经拍完了，我最近没有行程，于是就拿起胖大姐留给我的名片，联系了她。小多嗷呜一声扑进了我怀里，我抱起他，所有人都觉得我要说一些母子重逢的煽情言语了，他们热泪盈眶地看着我开口，小红和朵朵是谁？我问。小多，他结巴了，是我最要好的2个朋友，你怎么能同时和2个女同学要好？我勃然大怒，朵朵和小红，你只能选一个。观众们一直期待看到我、顾明义和刘小小的狗血大戏，结果顾明义发完那条微博就神隐了。我之前又一直在剧组埋头工作，大家的胃口被吊得高高的，此刻顿时炸了，弹幕齐刷刷地飘过。我靠，这是不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？刘小小和秦师生当年都是顾总的同学，秦姐这是在点顾总呢呀。说的没错，红白玫瑰，顾总也不能都想要吧？顾总不是已经做出选择了吗？他已经和秦师生离婚，选了我们小小。刘小小粉丝可别老自我欺骗了，顾明义都发微博说不认识刘小小了，骂战升级，2拨人吵得风起云涌，直到一个词条被顶到了热搜第1。井号刘小小顾明义亲密合照流出，井号照片大概是7、8年前拍的，那时候的刘小小还没有成为女明星，留着清纯的齐刘海。顾明义穿着白衬衫，明明是极简的款式，然而见眉星目间，隐隐是人中龙凤的架势。刘小小紧靠着顾明义，俊男靓女，一对璧人。这张照片一出，顿时终结了骂战。顾明义那条说自己不认识刘小小的微博，顿时失去了所有可信度。刘小小的粉丝大获全胜，四处刷都说了是小情侣吵架。你们非不信顾总也真是的，居然在社交平台上这么毒舌，回去得给我们小小跪搓1板。而与此同时，刘小小的微博小号被恰如其分的刚好爆出。小号里内容不多，只有几分日志。今天他结婚了，我一个人站在雨里，心像被雨淋过了一样冷。我不怪他，毕业典礼上都是那个女人缠着他，他才和她跳了一支舞，喝了一杯酒。那杯酒里一定是有药的，他就这样怀上了他的孩子，他必须对他负责。我谁也不恨，我只恨命运让真正相爱的人无法在一起。我看着手机屏幕，指尖有一点点发抖。经纪人闺蜜走到我身边，把毯子披到我身上。这个时候即使澄清，也没有人会相信。他低声喃喃。我放下手机，轻声叹了口气，我想好好睡一觉。我梦到了刘小小说的那场舞会。顾明义拉着我，我在灯光明亮的礼堂中旋转，裙摆起起落落。他的眼睛很漂亮，比水晶吊灯的光芒更盛。我一头扎进了光芒中，根本无法醒来。我喜欢顾明义，从大一入学的第1天开始。他是人群中会发光的存在，风云人物的顶端。每次学生大会，他穿着西服走到最高处发言，底下都是无数学妹的惊呼声。为了引起他的注意，我干了很多笨拙的事。穿着玩偶服去他的必经之路上发传单，选修课想尽办法和他分到一个小组。结果夏天玩偶服里其闷热无比，我刚跟顾明义说了声同学你好，就华丽丽的中暑晕倒，还是顾明义把我背到了学校医务室。选修课一个小组后，我立志让顾明义被我的才华震惊，于是熬了3个大夜，啃完了5本英文原版资料。太过缺觉的后果就是做展示的时候，我大脑一片空白。顾明义来到我身边，用流利的美音英语现场发言，给我救了场。我总觉得顾明义可能也有点喜欢我。毕竟毕业舞会我给他递了纸条，问他能不能当我的舞伴时，我从那张永远冰封的帅哥面孔上看到了一点点罕见的笑意。他答应了。刘小小说的是假的，我当然没有下过药，但我们喝的也不只是1杯酒，而是很多很多杯。顾明义送我回去的车上，他坐在我身边，衬衫松开2个扣子，灼热的气流穿过我的发丝。我对自己说，人一生总得为追求爱勇敢一回吧。于是我直接解开安全带，扑上去吻了顾明义。司机大哥吓得赶紧急刹车，我的脑袋差点直接磕到前座，幸好顾明义把我拉进了他的怀里。
我记得那天他身上的气息，淡淡的玫瑰木香水味混杂着酒精的灼热。刘小小说的不是真的，但也不完全是假的。比如，我确实不确定，如果不是舞会的那一夜我有了小多，顾明义会不会娶我？婚后他和我的交流很少，他常常需要在各个分公司考察，在家的时间很少，而且禁止我过问公司的情况。可以说，结婚6年，我并不是那么了解顾明义。我有时会觉得他是爱我的，比如一次我生病的时候，顾明义从外地连夜飞回来，陪了我一整夜。但第二天我烧退了，屋子里已经空了。小多那时候4、5岁，我问他有没有看见爸爸，他非常用力地摇头。爸爸没回过家，我问他是不是爸爸让你这么说的，小多卡壳了一下。我顿时确定顾明义回来并不是我的错觉。可我不明白，如果他爱我，为什么又不肯留一点痕迹？网上关于我的讨论尘嚣尘上，但在这个时代，这种讨论不失为一种坏事。清晨我醒来的时候，经纪人闺蜜冲进来，抱着我一通激动的摇晃。一个我想都不敢想的电影界大导演发来了邮件，邀请我在他的新电影中出演一个民国女星。秦老师身上的争议性和故事感都是我一直在寻找的。导演在邮件中说，你们可以先看看剧本。我看了剧本，就知道导演为什么会找我了。这个角色是烈火一般的民国女明星，她艳质高涨，名利无匹，却也承受着无数诽谤和非议。华美的背后暗藏着破碎感，戏里戏外和舆论漩涡中的我形成了巧妙的互文。我知道这个角色如果演绎好，或许能让我在影史中留下姓名。我火速回复了邮件，答应了出演。然而事情却并没有我想的顺利。进组第一天，我刚到酒店会议室，就看到导演摔了剧本，大为光火。资方把剧本改了，为的是塞人进来，硬生生的把原本的大女主改成双女主。我所演的角色是性如烈火的红玫瑰，而新加的角色自然是温柔清纯的白玫瑰。我在听到这个设定的时候，心里就已经有了预感。果然，资方的保姆车开过来，走下来的人赫然是刘小小。刘小小家很有钱，富家千金，逐梦演艺圈，难怪她这么多年一直立的是小公主的人设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她和顾明义才是门当户对。顾明义和我离婚后娶她，想必家族企业珠联璧合后能进一步做大。此刻，刘小小脸上带着胜券在握的笑容。自从小号爆出，她已经成功在舆论场上把我打成了下药戒子上位的心机女。她是和顾明义兜兜转转、历经磨难的白月光。导演不太待见刘小小，但他也没有办法。影视行业这2年是寒冬，即使是知名导演的项目，筹资一样是困难的。他抽着烟，对我低声叹气。没有办法，艺术总要为资本让路，我理解他的难处。然而刘小小并不罢休，他带了一队的编剧进组，开始改剧本。我的戏份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少，到最后几乎全是他的戏。导演在片场发了火，现在的剧本我不知道怎么拍，制片人收了刘小小家的钱，底气很足。导演，如果你执意不拍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找到替补的导演。当然，按照你想要的剧本拍也可以，只要你自己能筹资。制片人话音未落，就突然顿住了，因为一个车队开了进来，领头的迈巴赫甩尾停下，车门打开，一个穿着高定西装的身影走了下来。顾明义，他一张冰天雪地的面孔走到制片人身边，揽过了他的肩膀。制片人知道顾明义的身家，满脸都是讨好的笑容。顾哥，你怎么来了？网上关于你们剧组的消息都沸反盈天了，我来看看热闹。暮色四合，天光渐暗，顾明义似乎有点烦躁，咬了根雪茄。制片人连忙帮他点上，火光腾起，忽明忽暗地照亮了顾明义的脸。那是一张造物主的杰作，我听得到周围人压制的惊呼。人人都知道顾明义一张电影明星的脸，而真人那股在富贵中养出来的气质，又是演员演不出来的。我狂掐自己大腿。秦时生，美色误国，别做昏君。这个男人已经不是你的了，不是你的了。我自我说服的过程还没完成，顾明义就迈开长腿向我走了过来。他走到我身边，看向制片人。制片人闹不清楚情况，仓皇地堆起笑容。顾哥，从现在起，我是资方。顾明义淡淡道。会议室，导演之前也不认识顾明义，对于这个新冒出来的金主，他客气地摸摸对方的底气。顾总，您想接手项目的话，对项目有没有什么预期？艺术的事我不懂。顾明义坐在沙发的角落里抽烟，指指我，你们聊，我只提供钱。导演开始跟我聊戏。顾明义坐在后面沉默地听，全程没参与讨论。只有一次，导演跟我说，如果能复原当年的手工旗袍，一定能提升人物质感。只不过去苏州找老手艺人定制的价格会极贵，而且按照剧本，这件旗袍只在电影中出镜几秒。这是顾明义当晚唯一插的一句话。导演得了定心丸，回去联系他相熟的美术道具组了。会议室里只剩下我和顾明义。我侧过头去，发现顾明义睡着了，仍然维持着端正的坐姿，眉心微蹙，像是累极了。他不让我过问他的工作，但我知道那有多辛苦。我凑过去，想要不惊扰他，悄悄给他盖上毯子。然而门突然开了，刘小小听说顾明义来了，一阵风似的闯了进来。明义哥哥，顾明义被惊醒了，他的眼睛带了一点初醒的迷茫，落在我身上时温暖而柔软。但当他看向刘小小时，那目光便一寸寸地冷了下来。
我没想到你还敢来。他看着刘小小说，来了也好，是时候清算一下了。刘小小愣住了。明义哥哥，他含着2包眼泪，声音楚楚可怜。顾明义比了个噤声的手势，随即不耐烦地挑起眉。刘小姐，我们2个真的不熟吧？如果不是你反复横跳，我真的不太记得当初还有你这号同学。我的面子也不是给你的，是给柳氏集团的。他站起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刘小小，没想到你们不要。我没有。刘小小哭了出来，我太爱你了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顾明义冷冷地打开门，出去。刘小小不走，他红着眼睛瞪向我，你跟明义哥哥说什么了？秦时生，你这个贱人！他冲过来，顾明义一把拉过我，把我揽进了他的怀里。他冷淡地发了条微信，片刻后，保安冲了进来，拖出去。保安看了看刘小小，不敢动。顾明义压低了嗓子，拖出去。这是我的私人休息室。刘小小被哭着拖了出去，房间里只剩下我和顾明义。熟悉的玫瑰木香味从他的胸膛传进我的鼻尖，我的意志软弱了一瞬间，但随即还是推开了他。顾总，我记得我们已经离婚了。顾明义，我记得我没签字，没签字我就走起诉离婚。他目光沉沉地看着我，你真的要离吗？离，心里的念头并不坚决，但我咬了咬牙。顾明义，这几个月我已经想明白了，我不想再当一个豪门阔太太了，我有自己的梦想和人生追求，我想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。顾明义沉默片刻，也许是错觉，我看到他笑了笑。好，他说，那就离吧。第二天，顾明义传了一条再次搅动舆论的微博，内容很简单，只有一张照片，他和刘小小的合影，只不过顾明义放了全图，全图是一张10几人的大合照，应该是某次课堂后的留影。他没有过多的言语，然而意思已经极度清晰。刘小小把这张大合照中其他人截去，只留了他和顾明义，断章取义地制造了错觉，欺骗了大家。有狗仔拦住了顾明义，问他为什么现在才公布真相，是不是忌惮柳家的财力。顾明义没有搭理他。我心里有个模糊的猜测，把我那当经纪人的亲闺蜜抓了过来。我印象中那几天好像你老背着我偷偷摸摸打电话，我盯着闺蜜的眼睛，你还对着电话那头说什么不要，现在不是时候。闺蜜顾左右而言他啊，啥？别糊弄我了。我一把扳正她的肩膀，你是不是在跟顾明义打电话？你跟他说不要立刻澄清，因为舆论发酵可以助长我的热度，毕竟这不是实锤型的黑料，以后有反转的机会。那其实当时讨论度越高，对我的事业其实是越有好处的。电影片约的到来证明了这一点。你和顾明义到底在谋划什么？闺蜜被我一通开炮，举起双手投降，没谋划啥，真的没有。顾总就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让我好好帮助你的事业，如果有任何他能帮忙的地方就联系他。我松开闺蜜，略略失神。在我刚进大学的时候，读的是新闻传播专业，但我心里一直有个表演梦。第一次校园风采达人秀，我在台上演话剧，对着台下大喊我会成为巨星的。那时候顾明义也在台下。后来我真的得到了一些在剧组中演配角的机会，只是一直没什么起色。豪门又有诸多事务需要打理，我忙于照顾孩子，应酬社交，渐渐的就成了全职的家庭主妇。我已经褪色了梦想，难道顾明义还记得吗？电影拍摄得很辛苦，但我们所有主创都乐在其中。刘小小的戏份被删减到很少，剧本回到最初的版本，我又成了聚光灯下的大女主。最后一场戏，我穿着那件手工缝制的旗袍，在舞台上唱了一首歌。唱完，我在电影中的戏份便正式杀青了。导演为我送上花束，和我合影。小多扑过来拥抱我，放暑假了，他来剧组找我，导演还顺势给他安排了一个小报童的角色。在场有很多记者，看到小多，有人想起之前我和他在综艺直播的经典片段，于是将话筒举到小多的嘴边。你在朵朵和小红中做出选择了吗？做出选择了，小多严肃地说，我选择学习。记者们愣了愣，随即一起笑起来。结束采访后，小多主动在保姆的护送下去参加奥数班了。他告诉大家，他其实不喜欢小红，也不喜欢朵朵，他沉迷的只是奥数第1名后被他们鼓掌的快感。综上所述，他的真爱只有奥数。也有记者采访了顾明义，这一次顾总罕见地对他的感情生活做出了些许回应。我现在应该算离异单身。记者们的八卦神经立刻动了，像顾总这样的钻石单身汉，一旦恢复单身，肯定有无数女孩。顾明义当场瞳孔地震。我在专心地等我的前妻回头，冰山总裁第一次露出了慌乱的神色。也就是说，您在等待着复婚？在等一个时机。什么时机是您认为可以复婚的？记者追问。他成为巨星后，顾明义笑了笑。当然，这是我的单方面意见，愿不愿意还要看他。我穿着那件特别定制的旗袍回了顾家，收拾我的东西，为下一部戏做准备。小多去上课了，家里没有别人。顾明义坐在沙发上，沉默地看着我收拾来收拾去。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了。我停下手，决定不装了。有点想念顾总的美色，所以特意回家看看。顾明义一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他走过来，抓起我的手，带着我抚过他的眉眼、鼻尖、下颌、锁骨，随后一路向下。在我的理智恢复之前，顾明义将我拉进了他的怀里，含混地在我耳边呢喃：如果家庭是你的拖累，我可以先做你的情人。当晚，我抱着顾明义做了一个梦。
梦里我和他都白发苍苍，我躺在病床上，他在床前握着我的手，问我有没有什么遗憾。我睁开眼睛，顾明义醒了，黑暗中他的睫毛显得很长，带着柔软的神情看向我。做噩梦了吗？他凑过来，吻掉了我眼角划过的一滴泪。我很想告诉他，我似乎梦到了我们的上一世，梦里的内容似乎可以解释很多东西，但最终我没有告诉他。我只是在黑暗中拥紧了顾明义，低低地在他耳边说：“谢谢你。”顾明义番外，顾明义和秦时生在上一世时其实也是一对幸福的夫妻。他生在商人世家，豪门世家总是免不了争斗，那个环境出来的孩子天然带点冷漠。直到他遇到他。新生每年都有演出，他在台上又蹦又跳，对着台下大喊：“我会成为巨星的。”虽然中二，但是一股张扬到要溢出来的青春气息。他一下就记住了他。秦时生是个好听的名字。他总遇到他。母亲去世那天，他走在校园里，脸上仍然没什么表情，内心却和天空一样阴霾。然后就看到一只从鞋子里冲出来的大熊，结结实实地拥抱了他。虽然他刚说一句话，就中暑倒进了他怀里。还有很多时刻，他打篮球的时候，他是啦啦队队长，在场边卖力地跳舞，发丝在阳光下几乎要飞起来。他装成冷漠的样子，却在心里想，怎么会有人漂亮成这个样子？毕业舞会那天，他递了小纸条过来，问他可不可以选自己做舞伴。他这辈子从来没有那么开心过。舞会那一天，他们都喝了很多酒，那不光是他的情不自禁，也是他的。他们有了孩子，他嫁给了他，他忙于工作，他是他的贤内助，为他处理大后方的无数琐事。后来他老了，不再是明艳无比的少女，她成了苹果核般皱缩的老太太。他在他的病床前问他有没有什么遗憾，他笑着说没有，但他看到了他的眼神，分明是有的。电视里放着旧日的老电影，是他的学妹刘晓晓演的。他记得他看向电视的眼神，那么羡慕。他模糊地记起，几十年前他在台上跳起来，对着台下高喊：“我会成为巨星的。”但最终他成为了为家庭付出一生的女人，璀璨的梦想被淹没进世俗的柴米油盐中，终其一生，她成了顾太太，甚至很少有人记得她的全名。她去世后不久，他便也查出了绝症。在睁眼时，他发现自己回到了婚礼的那天，她穿着长长的婚纱向自己走来。他看着她的笑容。如果重新度过一生，我希望你实现你的梦想。于是他减少和他的接触，绝不让他过问公司的情况。上一世他也曾劝过他出去演戏，但公司会在他的黄金时期迎来财务危机，他忙着陪他共度难关，根本没有心思去扩展自己的事业。所以这一次他必须牢牢地瞒住他。他一个人扛下了一切，只是他没有想到，在他忙碌的时候，世界线发生了改变。那个上一世他印象模糊的刘晓晓找到了空隙，为他增添了那么多烦恼。不过没关系，波折过后，他们终于迎来了好的结果。有记者不识相采访他时问他：“顾先生，红白玫瑰，你更喜欢哪个？”什么红白玫瑰？他笑了。在我的整个人生里，秦时生是唯一的话。顾晓多番外，顾晓多毕业后成为了一名青年导演。对于一个生长在商业帝国的公子哥而言，这个选择不可谓不稀奇。然而，鉴于他的母亲是获得女演员终身成就奖的秦时生女士，一切似乎也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。顾晓多的第一部作品叫做《三生情缘》，这是一部极为实验性的作品。他用自己父母的影像资料做了剪辑，以一种伪纪录片的形式创造了一个故事。这部电影只有第一世和第二世。第一世中，秦时生作为全职主妇度过了一生；第二世中，他开始追求自己的梦想。观众看完后纷纷提问，想要知道第三世在哪里。对此，顾晓多没有做出回答。许多年后，顾晓多的父母去世了，秦时生女士和顾明义先生在高寿时无疾而终。管家在海边的小屋中发现了二人，根据判断，秦女士先行离开，顾先生在不久后随其而去。哀悼会上，顾晓多重映了自己的出道作，他闭上眼睛，任眼泪流下来，嘴角却带着笑意。现在他们应该去往第三世了。电影定格，最后一帧留着顾先生写给秦女士的手书，我将他推向荆棘丛，而他最终化作鲜艳的玫瑰。玫瑰不必为我一人绽放，世人都该看到它的光彩。